这是《盗墓笔记》最燃的一幕，吴邪的生命只剩下最后7天，所以他选择一个人跳下悬崖寻找雷城。可就在这时，这么好玩的事儿，不打算带上我呀？吴邪知道这次行动非常危险，于是他想劝退几人。这次的冒险有去无回，是吧？我都不知道你说过这种话多少回了，回回都这么说，你自己没把自己给腻着呀？显然几人已经下定了决心，无奈之下，吴邪也只能答应。紧接着，几人相视一笑后就跳下了悬崖。这也是吴邪玩的最大的一次。由于山谷里风力变幻莫测，他们不能提前开伞，所以就体验了一把翼装飞行。几人急速下降，在山谷间自由穿梭。好在吴邪有主角光环，他们有惊无险的降落到地。可出乎意料的是，这里的毒物非常厉害，他们戴的防毒面具根本就不管用，还没看清周围就纷纷中毒倒地。不过只要吴邪一有危险，那张起灵必然会出现。吴邪在昏迷的最后一刻看到了熟悉的身影。与此同时，焦老板也找到了山谷的入口。刚打开石门就有毒气渗入，于是就让手下出去探路。他们将绳子拴在他的腰间，一旦有危险就会立马将他拉回来。可这名手下没出去多久就发出了危险的信号，等光头使劲拽回绳子，却发现只有沾满血迹的断绳。所有人都被吓得瑟瑟发抖，但汪大却想到了一个狠招，他给一个小弟带上铃铛，一旦遇到危险就让小弟摇响铃铛，这样他就可以确定发生危险的位置。小弟刚开始并没有发现可怕的东西，可突然一个黑影快速闪过，他顺着方向看去，竟发现之前消失的兄弟就站在那里，不过他怎么呼喊都没有反应。于是他壮着胆子走上前去，汪大迅速出动，可他只看见蹲在地上瑟瑟发抖的小弟。你看见什么了？有怪物！有怪物！有怪物！汪大立马追了上去，但怪物的速度非常快，就连他手里的弩箭也无法伤到怪物。汪大赶忙给弩箭套上铃铛，趁机打在了怪物身上。这时焦老板带着人也跟了上来，朝着铃铛声的方向就是一顿扫射。可不仅没有伤到怪物，反而是彻底激怒了他。伴随一阵阵惨叫声，越来越多的手下倒了下去。看不见怪物的汪大只能紧紧守护着焦老板。就在怪物要对焦老板下手时，汪大抬手就是一刀，这下终于解决掉怪物。可他们却发现这怪物竟然是第一个进来的手下。原来这种怪物是被毒物所影响，死后发生了尸变。看着他满身的伤痕，显然已经被打中，但他似乎不知道疼痛，行动反而变得更加迅速，简直就像是野兽一般。可焦老板一伙并没有打退堂鼓，毕竟人心就是贪婪的。另一边，吴邪他们被小哥救治后，立马开始寻找出路，因为刘丧可以根据声响绘制出毒气森林的地形图，而制造声响正是爆破小王子的拿手好戏。两人配合很快就完成了任务，却没想惊动了周围的怪物，眨眼功夫就冲了过来。好在他们有黑瞎子和张起灵坐镇，对付怪物更是手到擒来。经过一阵打斗后，他们安全的回到了避难所。吴邪也根据刘丧绘制的地图找到了前往雷城的路线，而且小哥说今晚会有一场大雨，届时森林里的毒气就会消散，他们就可以动身前往雷城。可等到半夜大家正在熟睡时，吴邪却悄悄留下了一封书信，独自跑了出来，可还是被听力惊人的丧辈跟了出来。刘丧问吴邪真的打算一个人去雷城吗？可吴邪却笑着回答，我倒是想一个人，但是他们其中一个人，我不管在什么时候还是什么地方，只要我出了危险，